金姐不出意外的又坐在车上睡着了。还是老样子，书院之星。虽然是合唱团。哇，现在都有空调了。这个是当年我大一的时候，就是09年，刚入学的第1年，就是住在这个地方。当时还没有装修，所以里面都是水泥地，6个人一间宿舍，然后用的是公共澡堂。我们当时叫志德书院，是绿色的，现在已经改成了任重书院了。出来以后呢，来这边打篮球。叶耀真楼超市，这里以前是一个非常朴素的学生小超市，结果现在居然有个瑞幸咖啡进驻在里面了。居然进驻了个瑞幸，是怎么回事？这个小朋友在干什么呢？你以为他在看一个东西吗？其实他在睡觉。好了，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第3教学楼的108室。啊？你走吧。在装修吗？在装修。好吧，这一间呢3108通宵教室，现在在装修。本来想进去带着小朋友坐一下，那就我们去这个2教吧。好像是哦。这里啊，就关着了。关好楼肯定是开的，还在睡觉，可以看看他。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开国主席毛泽东，这是正对的正门，这是正门。他们没有写什么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你看，这是我们的正门啦，看起来非常的其貌不扬，对不对？但是还是挺好看的。中国的很多大学都是用的毛泽东的方式。然后走到进。因为金姐很困，所以我们找到了一个他临时睡觉的地方。想因为睡觉就是怎么都搞不醒，对吧？博学而笃志，切望而近思。什么感想，金姐？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虽然不知道，可是我一定要博学而笃志，切望而近思。金姐，抬头看，咻！这个呢，就是说老校门，但是呢，它肯定是个新的老校门。这里居然还写了个什么民国10年，还没有内容。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就以前也没有这个东西吧？没有的，现在新出的。敬业乐群，敬业乐群哦，堂终于到了。香灰堂呢，当年应该是复旦的最大的这个叫做剧场啦，礼堂吧，应该可以这样说。贝贝在这边进行了很多次的演出，造型还是蛮好的。现在已经全部都翻新了。哦，那可以这样进去。这是之前在香灰堂举办过的很多大会啊等等的。这个是我们学校的校歌。说的你思想的好啦，现在我们到了新闻学院了。好了，新闻学院呢，就是我们家的但是猫咪所出生的地方。我们在这里遇见了但是，所以它就为什么叫但是呢？就是它在复旦。是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你来补充一下。那么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看看能不能找到跟但是有点像的疑似但是的亲戚。但是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多久了？对啊，5、6年了，所以不知道能不能找到。金珍，你来帮我们找一下。应该金珍正在找。以前还能看到一些猫咪的身影，
现在完全一只猫咪都没有，包括刚才我们在其他地方走的时候，哦，有只猫咪，看到了猫咪，我去看一下。喵，它超可爱。有一点点像。它的猫是长毛的。对，我感觉跟但是有一点点像，因为它不是非常典型的那种梨花的鼻子，看见没有？但是又有一点点像。它是长毛猫，可能对，可能混了个血。你跟但是有没有关系啊，猫咪？这个淡定的样子有一点点但是呀。不知道你是但是的多少重孙？吃一点饼干。在这里。喜欢饼干吗？没有。这猫咪好漂亮的。对啊，好漂亮啊！嗯。不吃。但是你看这些毛还是很久没打理了。嗯。这个屁股有点像但是的。那好漂亮的猫咪。嗯。它应该被绝过育了，你看耳朵被剪掉了。哦，是的，被绝过育了。好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了，猫咪。哎，好好听啊！声音。拜拜。啊，看见听见说拜拜。听着，你说这个跟但是有没有一点关系啊？哎，这种可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吧。啊，就是我们第一次见到但是的地方，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小 baby， 然后他的妈妈在这边吃东西，就这边的学生跟老师给他东西，然后他的小朋友但是以及他的姐妹们呢，在这边非常有礼貌的互相谦让。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教学楼的旁边。好吧，那么今天的复旦之行呢，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带着金姐回来看一看她的问候作用以及宝贝贝贝当年读书认识的地方。哦，这里还是有猫咪的，不过现在就是这猫咪在哪里啊？这是什么呀？就是说，如果看到投喂区的家里有猫粮的，且愿意喂的同学呢，可以在这边放猫粮。铁盘是防蚂蚁用的。这家餐厅呢叫做萨利亚，你听名字，然后它有意大利披萨，你觉得哦是个西餐店，但其实呢，这在我们学生时代呢，它是我们很多人可能第一次自己独自出来且吃西餐的第一家店，因为它价格真的非常的便宜。比如说今天我们点的一个这个饭，还有一个面，还有羊排，还有汤，还不到100块钱人民币啊。然后这个畅饮吧，可以过来喝饮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布局。所以在我们眼里呢，它已经不是一个西餐厅，它就是一个快餐店，学生快餐厅，非常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味道还蛮好吃的，味道真的蛮好吃。可以能吃带你吃啊，静姐。